歷史老師呢？歷史課本裡面沒有三國。呂捷的成名作叫他媽的三國啊！我的無言自己靠三國紅起來，現在說你看你本來就沒有，他媽被你切了，那當然沒有。8級本科的歷史系歷史所畢業，他的專業都是騙人。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事實證明，呂捷的歷史根本就是垃圾。呂捷到現在什麼時候要回應我？我們來看一下呂捷啊，一個有60萬粉絲的頻道，50萬粉絲的頻道問他問題，然後他都不回答，他每天就騙騙小青鳥，141萬，然後下面每個人都在問他，到現在還不回答，在那邊亂教一堆腦殘鳥，還歌功頌德，士大夫無恥真是國恥，又來一個大炮聲，胡說八道啊，胡言亂語，誣賴閒閒。呂捷很屌哦，登上民進黨的首頁哦。為什麼我們去講台灣史，這些人反應會這麼大，而且是屬於排斥？所以你會發現，尤其是這幾年，只要但凡台灣有一點點好事，他如上考比，那就代誌足嚴重啊呢。但凡台灣有一點風雨，他就像中樂透一樣，他就是不希望你擁有所謂的優越感。標準的台獨一個特質，文化台獨在形塑當中呢，因為台獨出現很大的麻煩。台獨沒有劣勢，所以台獨的人都不敢拼命。所以為什麼要以美謀獨，靠美國來獨立？因為台獨人不敢拼命，不當兵。但是問題就在於說，沒有經歷過共同的苦難，是沒有辦法團結彼此，形成族群群體意識的。所以呢，他們就不斷的形塑台灣的苦難，虛假創造敵人。青鳥每天都在打中共同路人嘛，到時候在抓第5縱隊嘛。他們這些台獨派的呢，每天都說台灣人過得好苦啊，好可憐啊，被欺負啊。他因為只好這樣形塑，因為台獨吵了幾十年了，到現在只有一個鄭南榕啊，而且鄭南榕據李敖的說法，可能是不小心把自己燒死的，還不真的是自己燒死自己。為什麼要把228強行變成台獨的內涵？228的主要領導人是台灣共產黨的前成員，當時已經沒台共了，因為中國主權已經併入中共了，而且台共被日本人瓦解了，所以當時前台共成員都是中共黨籍的。最有名的就是謝雪紅啊，他們去搞這個什麼27部隊啊，後來這一批人啊，同時擁有中共黨籍，又是台灣流落到大陸去的，他們後來組成了台灣8大黨派之一，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所以228從頭到尾跟台獨一點屁鳥關係都沒有。白色恐怖前期都是共產黨或地下黨員或社會主義者被幹掉，或者被受難千年。所以為什麼鄭麗文去祭祀時候，民進黨整個抓狂？因為被破除了嘛，裡面躺的都是紅的。我跟你講，綠的烈士不夠，就偷紅的烈士來湊，紅的烈士湊不了，再搶藍的烈士來弄，就這樣。所以民進黨現在也會去紀念藍的烈士，比如說之前叫雜牌將軍，在當時的徐蚌會戰，雜牌將軍黃百韜，他們沒有烈士，所以他到處偷烈士。因為講來講去就是鄭南榕啊，鄭南榕因為李敖還給他爆料說他不小心燒死自己，他只是為了拒捕，他就放火了，把自己給燒死啊。所以呢，先去偷紅的烈士，紅的烈士偷完之後怎麼辦呢？被戳破，所以就在那邊大喊說黃百韜好厲害，好奶爸好棒棒。賴清德去紀念黃百韜，還寫在臉書上，被賴以任嗆爆了，很可笑啊。然後呢，現在藍的烈士也不夠，怎麼辦呢？只好去跪拜日本人，瘋了，真的瘋了。也要教改，大概只有哪裡會有問题？歷史，然後再來就國文，因為數學很難有問題。OK， 好，1+1就等於2嘛。然後有一年就是你自己也知道，那歷史就是該怎麼樣怎麼樣，那你不是在那邊鬼扯淡嗎？中國史的幅度開始被刪減，然後就有一堆人出來講啊，怎麼可以沒有三國嘞？我的人生很多經驗都在三國裡面學到的，都在歷史課本裡面學到的。說你會不會拿錯課本啊？我歷史老師呢？歷史課本裡面沒有三國。又在鬼扯淡！媽的，我兒子最近都在跟我講，爸爸那個桃園三傑，劉備、關羽、張飛，然後最近又學到新的，叫做曹操、叫孫權，還有諸葛亮。你看哦，就是108課綱拿掉的。所以我說這個人真的很糟糕，就開口就說謊。就我們來剛還幫我們查詢到是108課綱拿掉的，歷史課本裡面沒有三國。為什麼歷史課本沒有三國？你民進黨把它拿掉的嘛？然後你說現在歷史課本沒有三國，啊，就108課綱拿掉的。就睜眼說瞎話，我跟他快瘋了，你知道嗎？然後他跟你說啊，本來就沒有啊，靠北他媽被你們拿掉了還沒有。然後最好笑，你知道嗎？呂捷的成名作叫他媽的三國啊！哦，我都無言了，你知道嗎？當年呂捷談三國之一，然後695萬次觀看，在當年自己把它拿掉，然後現在說你看你本來就沒有，他媽被你切了，那當然沒有啊。
然後自己靠三國紅起來的。所以我其實覺得這是非常非常的可悲。就呂捷這個人是我見過最可悲的學歷史的人，我見過最可悲學歷史的人就是呂捷，可以作踐自己到這種程度也是他媽的絕了，你知道嗎？那一段叫魏晉南北朝，而那一段裡面的重點不會在《空城計》，《空城計》是在國文課本。1000多年前的事情，你如數家珍；70、80年前的事情，你一無所悉。1000公里外的土地，你如山考妣；养你育你的土地，你卻視而不見。這個是他長期在使用的謬論。因為為什麼呢？歷史本來就有大小之分。比如說這樣好了，冷戰對人類影響大不大？不要說1000公里之外，那我們為什麼對美國那麼重視？我們為什麼對發生冷戰的美國這麼重視？我們為什麼對當年的蘇聯需要學習冷戰對當代的影響？我們為什麼要對第7艦隊這麼的在乎？第7艦隊離台灣更遠啊！第7艦隊在橫須賀港啊，從頭到尾他都在用一種非常偏狹的謬論在跟你討論。你寧願去理解日本，你寧願去理解美國100公里外的海峽對岸，你不願理解。那請問你為什麼視而不見呢？為什麼你要对1萬公里外的土地如數家珍呢？為什麼呢？講一講嗎？你說70、80年的歷史，你卻視而不見。那請問為什麼你對孫運璇、對李國鼎視而不見呢？你為什麼對蔣經國視而不見呢？你為什麼對經濟奇蹟視而不見呢？繼續講啊！講得很大聲，這種他媽謬論當場可以把他幹爆。我可以想說1000條例子把他幹死。100多公里開外的大陸他不管，1萬公里跨太平洋外的美國天天舔。日本人超愛三國，日本人把三國研究爆了。當今流行的三國遊戲主流都是日本來的。繼續講你的謬論，你可以繼續講你的謬論，這叫做歷史婊子。什麼選什麼不選，全部他決定。然後王定宇就把它做成梗圖，拿來騙流量。為什麼我們去講？等一下，這不是在講他自己嗎？然後王定宇就把它做成梗圖，拿來騙流量，不就是他最會的嗎？你看黑孫中山不就是拿來騙流量嗎？我跟他講要 PK 很久了，他那個臭俗辣他從來不敢回我，他可以繼續裝死啊！他當年真的是現象級人物，可是當年的現象級人物已經現在搞成這個樣子。那最麻煩的是他是正兒八經本科的，他不是外科系，他是中正大學歷史系碩士。為什麼我們去講台灣史，這些人反應會這麼大，而且是屬於排斥？那是你自己想象的吧？像我他媽台灣史，我他媽熟都不行啊！理由很簡單，正所謂要摧毀一个民族，先摧毀它的歷史。啊，你不是在摧毀中華民族嗎？這個，他自己講的都在自己罵自己，他每一句話都在懟自己，怎麼可以這麼厲害？因為你不知道你從哪裡來，你就會不知道你得往哪裡去。所以你才把歷史課本刪得一塌糊塗啊！你從哪裡來？你從中國來啊？你到哪裡去？至少我絕對不會活得不明不白而去。你知道他們很長一段時間有一群，但我不喜歡叫做外省人，因為我們已經動省了，已經沒有省了，哪來的外省？哪裡沒有省？動省就沒有省？那為什麼？來，怎麼會這樣？啊，快跪！怎麼有福建省？哎呦，怎麼會這樣？金門怎麼了？金門有毒啊！看大一點，來，還李登輝！哎呦，快跪啊！哎呦，怎麼沒有省呢？嚇死人了！好可怕！怎麼是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怎麼會這樣？福建不是廢了嗎？法語英文啊，福建 Kinmen District Court。凍省是什麼？省的功能暫時凍結，但它依然在。廢省才是把省給除掉。所以我說這個人可以被打臉打到他們跟豬頭山沒有什麼兩樣。呂捷，我真的覺得你他媽的把你 YouTube 跟臉書刪算了吧。為了要政治服務，扭曲到這種程度，有沒有可以蠢到這種程度？媽的，上網就馬上查得到的東西，沒救了，真的沒。呂捷真的沒救了。他的歷史，他可能是體育老師，不對，他可能是相聲老師。只是我跟你說，呂捷真的很爛。我他媽看到最爛就是呂捷了，他媽拿着專業在那邊騙人，爛到沒救，你知道嗎？你很難想象，對不對？他媽的，呂捷是有論文的呢，所以為什麼賴場那麼愛他，把他請到民進黨中央？外省人，所以我喜歡稱之為49後。又是49後，我終於知道為什麼89會講49後。
呂捷，你害死八炯了。來，我們看看孫運璇院長什麼時候來到台灣的。1945年，孫運璇回到重慶，依命令準備跟蔣新夫去遼寧接收。上飛機前，經濟部官員臨時請他留下來招呼幾位美國工程師，因東北情勢不穩沒去。1945年12月20號抵達台灣。孫運璇是49年才來的嗎？啊，孫運璇做過行政院長我問大陸，請問孫運璇算不算台胞？孫運璇的親女兒孫露西女士嫁給了中華職棒大聯盟前會長黃振台先生，他們依然留在台灣啊，不然如果沒有孫運璇來，請問台灣電力公司被美國人炸爆了，你知道嗎？因為美國人台灣大轟炸，炸光光啊！啊，請問孫運璇啊，這就是鬼啦，孫鬼啦，魔鬼的鬼啦！我告訴你啊，呂捷真的是魔鬼的鬼了，他媽誤人子弟這樣誤的啊，不可思議！1978年到1984年當行政院長，被稱為永遠的行政院長。總統府資政從1984年到2006年過世，阿扁都聘他當總統府資政。要不是中風哦，孫院長那是真的當時很有機會接下一任的總統，民間聲望太高了。1945年百廢待舉，他當時到台灣哦，帶沒幾個技師，因為當時中國被陷入內戰，他去哪裡撈學生？現在的台北科技大學，以前的台北工專，更早當時叫台北工業學校，去把那些學生叫出來，他們都會配電嘛，去台電緊急搶修的。那台灣是一片漆黑啊，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每次他旅遊血壓還好，我是天生低血壓，不然他媽真的會血壓高，你知道嗎 ？K 還49後嘞，就1949年之後才來到台灣的那一批，他怎麼有這麼多鬼論啊？因為他這些鬼論他媽還一點邏輯都沒有，然後八九還信得跟什麼一樣，講的一副很像真的一樣。之後才來到台灣的那一批，如果1949後才來到台灣，那請問228是在打誰啊？那請問228在殺誰？228不是在跟外省人 battle 嗎？孫運璇的身份是台胞啦，他的祖籍是山東人，他的政治身份叫台胞。從大陸的定義上來說，他的政治身份就是台胞，因為他活到2006年，他非常長壽，雖然中風，所以他在两岸開通之後，你可以持台胞證到大陸去之後，你就是定義上的台胞了。有這麼多智障，那你228，你民進黨不要再紀念啊！每年都在228，就是蠢到沒藥醫啊！為什麼孫運璇先生我那麼敬佩他？他一輩子就在台灣就走了。一輩子奉獻給台灣啊！這種人70、80年前的歷史，你如喪考妣。1978年，距離現在幾年？40、50年內的歷史，你裝聾作啞，不准你呂捷。所以我在講說很可惡啊，非常非常可惡。我們就用政治上定義嘛，不用槓這個沒意思。IP， 那很長一段時間哦，他們一直在摧毀台灣人的民族自信。你在摧毀台灣人的民族自信，為什麼台灣人沒有民族自信心呢？因為台灣人的文化核心是悠悠5000年的中華歷史，這個東西你沒去看過，你沒感覺，因為被民進黨阻隔了。所以呂捷都在罵民進黨，都在罵民進黨。為什麼？他就是要讓你覺得你很廢，你很爛，你應該要自卑。我一點都不自卑，我是台灣人。我也是炎黃子孫，我一點都不自卑。自卑的只有你吧？你自己不認祖宗，你當然自卑啊！啊，不然你上溯幾代，你的祖宗是誰啊？呂捷真的他媽很爛，你知道嗎？你也必須要自卑。那他為什麼要讓你自卑？因為唯有你自卑，他才會有優越感。那這個現在台灣的這個華國美學嘛，什麼都你在貶低，誰在創造優越感？你幹嘛罵你自己民進黨呢？他從頭到尾這樣對着民進黨臉罵，什麼都恨，什麼都討厭，不就青鳥嗎？看到什麼都生氣。你知道那個揭發那個淡江大橋有螺絲有問題的網紅被出征到現在發布不自殺聲明，然後公路局說要把他抓去起訴啊，是你們去貶低中國文化、中國歷史吧？什麼支語警察啦、華國美學啦、支那仔啊、支那賤畜啊，連熊貓都不放過，支那來的賤畜啊，那支那人啊，罵中國人支那人啊，他也仇恨言論嗎？自由時報台灣自由圖博連成員元仔不是支那賤畜，是流亡藏雄，他們還自己打起來了。國民黨被形容支那賤畜，因為元仔父母來自中國，熊貓也罵。對，其實西藏是沒有熊猫，因為西藏太冷了。熊貓分布地就是四川、甘肅、陝西為主，早就封了好嗎？2013年當時還沒有青鳥，但是就已經是青鳥了。當年還沒有青鳥的稱呼，這一群就是青鳥了。所以真正在創造優越感的是誰？因為1949年他們被打到台灣來，當年國民黨的宣傳叫做"我軍撤退神速，匪軍追趕不及"。這是老蔣自己輸得太快，這還真不能怪呂捷。這老蔣打仗不利，真不能怪人家。什麼意思？就是你被招足緊的，你就沒丟。但是我跟你講啦，這種說法也不是正規的用法啦。所以他們哪來的優越感？所以他們的優越感靠什麼東西？靠軍隊。再來呢，靠羞辱。所以
呂捷跟青鳥靠羞辱大家來建立自己的優越感。所以你會發現，尤其是這幾年，只要但凡台灣有一點點好事，他如上考比，那就代誌足嚴重啊呢。但凡台灣有一點風雨，它就像中樂透一樣。誰不希望台灣變好？是你們民進黨，台灣有一點點好事，就世界看見台灣，唯恐天下不知道，大肆慶祝，大聲嚷嚷。台灣有一點壞事，直接喪事喜辦，原地罵那些說，這件事不太對啊，決定把那些人出征幹爆。所謂台獨這兩個字的意涵，其實是在指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是在指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好，首先呢，講這樣的，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雖然它表面上精準的在繞過一個中國主權認同的問題，現在變兩個中國啊，但他又不講清楚主權。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台獨的定義權已經被對岸給拿走。你當然可以繼續這樣定義，但事實上你這樣子說法，就是你要繼續堅持台獨。我不對台獨進行否定，而是我對台獨繼續進行肯定，並且加強鞏固。雖然我們被人家說在笑他說叫台獨變消毒哦，偷換概念哦，甚至說把黨綱裡面的詞都給偷換了。但是你這樣做的具體的結果就是你繼續堅持台獨，你在台獨的路上一路狂奔向前。事實上就是他沒有要對現今的台獨問題進行任何的改變。他如果說中華民國的治權不及大陸，但主權涵蓋大陸，但是基於現狀，兩岸治權互不隸屬。他但凡講到這個程度，就他不講9·2共識也無所謂。但是他一點寸土不讓，那你完了。你這個內容講白，你內容依然是台獨，那抱歉，認定的是對岸。我剛講的，不管是雷震或是彭明敏他們的主張，然後他開始用民進黨的台獨黨綱的歷史來做混淆視聽的工作，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謂的反攻無望論，那既然反攻無望，那就不要攻了。那不要攻了，那我就台獨了。那問題人家會打過來啊，你打人家你 OK， 人家打你你不 OK 啊？為什麼會反攻無望？因為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打輸了嘛。那你一要去接這個傷疤，那他打你不就更名正言順嗎？你還敢提反攻無望論？你提反攻無望論不就更證明一件事情？兩岸是內戰未完結的結果啊，只是你無力反攻了。你是白痴是不是？這哪個智障的言論啊？那為什麼彭明敏跟雷震會失敗？因為理論狗屁不通嘛。那狗屁不通還被扭曲斷章取義更淒慘。你又不廢除台獨黨綱，又要強加解釋台獨，又在那反攻無望論，笑死人了。反攻無望論，這個是正實的嗎？政黨政治已經成立了。那建立一個有別於中國主體性的國家，這個目標，在1991年的民進黨黨代表大會，的確是有提出制憲證明建立台灣共和國。這個主張我再強調一遍，其實是跟彭明敏、跟雷震幾十年來台灣社會的要主張其實是沒有兩樣。但是在1999年的時候，民進黨的黨代表大會又通過。好，接下來這是詐騙集團開始了。為什麼1999年？因為民進黨即將要執政，從法理台獨玩不亂開始炒現狀台獨，台灣前途決議文就是現狀台獨，用騙的糊弄過去。他真的是幹不死就往死裡幹啊！真被幹死，那邊哀哀叫。過了一個決議文，這個決議文。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主權及其餘台澎金馬及其附屬島嶼已符合國際規定之領海鄰接水域。台灣固然目前憲法稱中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投投票決定之。這個叫做逃避。你為什麼不和解啊？你為什麼不推動和解啊？你為什麼不兩岸不交流啊？我有沒有要公投才行？要公投才行啊？你為什麼不公投啊？因為現在聯署不夠，聯署不夠啊，聯署夠了你又不敢辦。自己騙自己，推諉塞責，推給選民，這叫什麼前途決議文啊？這叫前途擺爛文啊！所以民進黨兩岸主張就是一坨屎，從頭到尾就是一坨屎。如果他一開始就宣布台灣必須靠艱苦卓絕的武裝起義來獲得台灣獨立之地位，如果是這樣，大家還比較欣賞，至少你真的要付出了。結果民進黨呢，看眼見的快要執政了，就突然就推出台灣前途決議文，台灣前途決議文就詐騙啊！台灣已經是獨立了，憲法名稱叫中華民國，所以不用獨立了。但是我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哦，所以現狀的更動要經由台灣的全體住民以公投方式決定。如果照這樣的話，民進黨根本不應該憲法宣誓就職，因為憲法增修條文裡面，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治理的大陸地區同屬一個主權，你本身就矛盾了，這當然走不通啊。就是目前民進黨奉行的政策，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沒有？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又在騙。如果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什麼要去跟
這個索馬利蘭去混在一起。他們已經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什麼我們在聯合國之外？對啊，就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嘛，大家這個還有憲法增修條文的前言嘛，因應國家統一之前嘛，那部憲法就是個統一憲法嘛，就這麼簡單。不然你把這憲法增修條文廢了，